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禅师这篇文章《大盘压力期下的多头策略》，2008年1月15号。那么这篇文章的话，也不是禅师教你炒股票108课的，只是一个解盘的文章。我们看一下禅师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我们也是以分屏的模式来给大家分析一下，一起分享一下。那么先看一下这个时间点，就是08年1月15号。那么我已经把这个时间点在图形上标出来了，08年1月15号，这个是3:09，也就是在收盘以后，对吧？那么 A 股收盘以后，禅师发出来一篇文章，它是在这个位置，是出现了这个日线的顶分型。我们看一下裸 K，这个日线是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然后它是从6124跌到4800，反弹到5500左右，然后出现了一个顶分型，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可以测一下它现在整体回落的空间以及反弹的空间。从6124跌到4800的话，是跌了21%，对吧？然后一个反弹。从这个位置反弹到现在的位置，15%，下来20%多，上去15%，这个位置，这个反弹的这个点位5522，这个位置其实是周线的一个大二脉。从6124，虽然说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我们看这个水印儿，水印儿是日线，但是这个反弹我们能知道它是一个周线的一个大二脉，这个是3笔，日线的3笔构成周线的一笔回落，对吧？然后这又是3笔，又是日线的3笔构成了一个周线的一笔反弹，这是典型的一个递归模式，可以就是说你在本周期你就能知道它的上一个周期在进行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周线的大二脉啊。用我们现在的知识来看，那么在当下的时候，这是周线的二脉，但是呢，它唯一的一个不太好判断的就是，因为当时它这个3笔反弹，这个第3段明显是空间是大的，我们现在可以测一下它的反弹空间，它是到了1.618，看到没有？刚好是反弹到了1.618，它是突破了这个等比例的位置，意味着第3段反弹它没有被持，但是呢，这3段反弹又构成了一个周线的一个二脉。虽然说我们以当下马后炮的一个复盘模式来知道，我们这个位置肯定要全仓出来的，对吧？周线二脉，如果说5222你如果出来的话，你看它后面从5200一直跌到了1664，对吧？所以说这个周线的大二脉的杀伤力还是非常大的。但是在当下这个位置你是不容易判断的，因为它没有被持啊，没有被持。所以说我们看一下禅师在当下这个位置，他是如何分析做他的当天解盘的，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了现在这个图形上是怎样的，然后再结合一下文章。大盘压力期下的多头策略，已经反复说过，目前大盘进入压力期，首先是政策的敏感期，其次技术上也有相应的重压力区在面前，对吧？这个位置上面是有很多套牢盘的，虽然说你杀到这里了，它上面还有好多在上面没出来的人。更重要的是，除了大家伙，板块在基本轮动一次后，很多股票都进入相对的调整期，这时候对多头来说确实有点压力。一般来说，碰到这种情况有2种处理方法，我们看一下这2种方法。一，跳一次大水，把压力变动力，把不坚定的赶跑，用空间换时间，加快调整结束。2，在这里上下震荡继续磨，让成交量慢慢萎缩下来，以时间换空间，最后取得新的上升动能。现在我们知道，其实它是出现了第一种情况，对吧？一个快速下杀，
让这个所有的压力都变成动力了，就是说把这些不坚定的人都赶出来了，用空间换时间，就是一个快速下杀。那么这样的话带来的就是短期之内就达到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怎么说呢？达到了一个所谓的支撑区吧。因为你利用一个快速下杀的时候，能够快速达到一个目的，不像你在这里慢慢磨，是以时间换空间，所以它这是以空间换时间。但是呢，禅师这里看他后面说的，不管哪种情况，用本艾利理论的角度看，都是扩展出30分钟的中枢，然后再寻求突破5462点这个位置，反复强调，一直不能有效站住，需要多头努力的事情还有很多，对吧？说白了，现在最好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利空，这是对多头最好的礼物。否则，现在的消息面太平静，反而对心理上不是一个好的暗示。大盘究竟采取哪种调整方式，其实从30分钟的震荡走势中不难发现。一般来说，成交量萎靡下来就是第二种情况，否则并不排除有1到2天让大家再次想念亮晶晶的机会。它这里所谓的亮晶晶的机会就是上涨的机会。但是呢，这个实际的走势其实是一个快速下杀的一个状态，并没有出现一个30分钟的一个震荡。其实啊，现在美股的这个大盘反而是走出了这种情况，是一个短期的回落，然后出现反弹，然后呢，现在的成交量开始萎缩，现在这个美股的日线成交量是开始萎缩，而且还出现了一个30分钟的中枢。等一下我们分析美股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禅师在当下这种时候，他是分析出来，如果你要么往上走，或者我要么往下走。如果说往下走的话，又有2种情况，要么是大跳水，要么是在这里震，对吧？在这里震，但是他是选择了一个跳水的一个情况。个股的节奏前面已经说过，一般突破6124点或53年高位的股票都会有相应的调整，如果能站住，就会有第二波。现在很多股票都处于这种情况，等待大盘最终调整的结束。只要有一点机会，多头都会往上面去挑逗那5600点的重压力，但折腾少不了，必须耐心才有好果子。先下再见。那么这篇文章并不多，但是在这个我们做复盘的时候分析是比较容易知道应该怎么选。但是在当下这个位置出现一个周线大二脉，对吧？一个周线大二脉的时候，又在这个第3段没有背驰的情况下，这个3是没有背驰的情况下，想要全部跑出来其实是不容易的。正常的话，如果说按照我的话，可能是要等一下来一个4，如果说碰不到这里有个5的时候，可能在这个位置会多跑一些。那么等到这个，但市场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你发现没有？市场并没有出现慢慢的给你调到这里，然后给你弹一下再走，它是直接就一笔就干到这里来了。那么在这个小周期的时候，它是一个快速下杀的，肯定是一个浪形的模式，因为这个时间已经比较久了，现在这个图形上已经看不到1小时上了，日线上能看到，但是1小时上是看不到的。如果说不能够在这个位置果断的出局，那么等待的后面可能是，因为如果说你一旦这个比较贪婪一点，或者说那个不够果断的话，那么这个后面可能套的比较深，即使有反弹让你去做一些震荡操作的话，也是比较难的。毕竟它是一个阴跌的一个状态，对吧？要么就是快跌，然后一个弱的反弹，又开始慢慢的阴跌。你看这里全都是慢慢的往下走，然后后面这里也都是。所以说，一旦在关键的位置，尤其是周二脉没有出来的时候，后面是比较难操作的。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看一下禅师这篇文章，然后再回来看我们要做的这个周复盘。那么下周的话，经济数据并不多，对吧？周3，这是周4，所以说这些都不太重要，相对来说都不太重要。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关注一下。更重要的就是下周要很多公司要出财报了，尤其一些大公司，我们看一下有哪些大公司要出财报了。周二的话，这都是PMO 的话是盘前，AMC 的话是盘后，对吧？那么这个周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特斯拉了。特斯拉在这个盘后要出这个财报，
它这个 E 的意思就是只是大概估略一下 estimation， 对吧？只是还没有100%确定。但是我看其他的一些这个 TradingView 上已经显示下周二是特斯拉要出财报，是应该是确定的事儿。所以下周二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特斯拉。那么周三盘前有一个波音要出财报了，然后这个盘后的话，这还有一个 IBM。其实 IBM 大家现在关注度比较少，但是 IBM 图形你去看一下，它走的还是不错的。这是在周三盘后，然后周三盘后还有一个 ServiceNow，这也是跟这个芯片相关的一个公司，这是大家了解比较多的。然后还有一个万宝路，这是香烟消费品。然后周四的话，周四盘前这是百事可乐，对吧？然后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谷歌，谷歌在盘后要出财报了，然后还有英特尔也是在这个周四盘后，然后周五相对的就是对市场影响不多的一些公司，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特斯拉，然后这个可能是波音的话，如果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就是周四的这个谷歌，基本上下周的话就这些，这个动能比较强的或者关注度比较高的。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美股的大盘，先看一下标普，先看一下月线，对吧？我们每次都是从月线上先做分析，然后慢慢的利用曲线套往下去把这个显微镜的度数慢慢放大，就看得越来越细。那么在月线上，现在是出现月的顶分型以后，已经连跌了2个月了。那么本月的话，还有1周半的时间吧，这个月 K 线就要收出来了，就要完结了。那么最好是能够在收月 K 线之前，能够再往上涨一涨，对吧？能够涨到这个上一个月的这个低点这个位置，也就是5500，看看能不能够涨到这个位置。这样的话，涨到这个位置，然后4月份或者说再有一些消息刺激的话，看能不能够出现这种上升的一个 K 线的一个状态，那么能够给市场带来更多的一个喘息。这样的话，这个下影线会更长一点，对吧？如果说能收在5500的话，月线的下影线就会非常长，这样的话对多头来讲还是比较有利的。但是呢，现在不论怎么讲的话，已经出现了一个月顶纹型，然后呢又出现了这个下杀比较深的。它如果说想要破坏这个月顶纹型，必须要打掉6147。你只要不能够打掉6147，你迟早都要走出来向下一比。它可以是在次级别，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它可以在周线上有一个反弹，然后不能够突破6147，那么周线上就会出现一个大二脉，然后再次下杀，再次跌破4835，那么月线上就会出现回落一笔了，对吧？在禅师的一篇文章中说过，大周期，如果说大周期上出现这个月顶纹型以后，你所能做的其实就是等待，你要么是等待它再次突破6147变成一个中继的顶分型，要么就是出现一个月的底分型才能够操作。如果说你是按照顶底分型来操作的话，那么现在这种情况，如果说你是以月线操作的话，其实是没有办法操作的，因为它这里是没有这个让你进场或者出场的信号，在出场信号是在这里，对吧？出现顶分型的时候你出场，而不是说现在都跌了2个月了才开始要杀跌。那么这是在月线上，那但是月线上调整其实是刚好是踩到了一个0.5的位置，看到没有？踩到了一个回撤0.5的位置，从3491上涨的一个0.5，这也是比较技术的一个回撤的位置。那么我们看一下这3个月从6147跌下来这3个月的内部。那么周线上看一下裸 K，就是一笔就下来了，对吧？周线上是一笔，然后这个周线的这一笔出现了这个最近这2周的话，现在是形成了一个包含关系。最后的2根 K 线是形成了一个包含关系，没有出现的周的底分型，然后这个均线的话，它也是刚好踩到了120周线上，120周均线上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中长期的一根均线，对吧？
我们上周我们已经分析过或者分享过120这个均线，在所有的周期上都是一个重要的均线，无论是周线上还是日线上还是分钟线上，你都可以利用这个120这根均线帮助你来分析，或者帮助你进出场。那么现在周线上并没有底分型，现在是包含关系，对吧？那么只有下周再次突破，那么关键点其实在本周的这个高点上，也就是5459。只有下周突破了5459，那么立刻周的底分型就出现了，对吧？这是利用包含关系处理之后的，我们知道，所以突破5459之后，周线就会出现底分型，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因为任何的转折都要有底分型或者说顶分型，任何的转折没有顶分型就没有顶，没有底分型就没有底，这是缠论给到我们的。所以说你想要任何的转折的话，出现底分型或者出现顶底分型是第一元素或者第一触发。你要是按照我们的双触发交易的话，但是因为它这个周期是相对是比较大的，对吧？你如果说出现了顶底分型，出现了周线的顶底分型，你在交易的话，可能是已经相对的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说我们要在第一时间就发现它。但是呢，禅师也教给我们一个办法，出现顶底分型之后，不是说出现底分型的这个位置去买，不是买在这个位置，就是说它已经确认了你才去买，而是买在它回撤的位置，也是利用一个中枢的一个震荡，因为这个周期是周线上，那么这个周线的底分型，你怎么去找这个低点呢？是去它的次级别，一般都是去次级别。次级别的话是可能是它没有更清晰的一个这个走势或者中枢，但是在次级别，也就是这两根 K 线的次级别，你可以是利用中枢震荡找到这个回落的低点的位置，这是一个知识点。那么就是出现顶底分型之后，怎么能够找到那个底分型相对偏低的位置，而不是买在底分型确认的那个高位，对吧？这样的话，你能够在价格上更有优势一点。那么现在周线上回落一笔了，我们看一下周线的这个回落一笔，下周能不能够出现一个底分型，或者说还是说再继续包含也可以啊，对吧？它可以一直包含，一直包含，一直包含，然后某一天出现一个底分型都可以，看它怎么选。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6147下跌的这些 K 线的内部，也就是日线。那么日线上结构已经现在基本上开始慢慢清晰了。从这个6147下来之后，这是一个123。至于这个第4笔反弹呢，我在上周周四做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它这个比较特殊，因为它这个最高点在这里5481。5481这个位置，就这根 K 线破坏了这个日线这个反弹的结构，因为最高点在这里。那么你如果说用包含处理的话，就是5481这根 K 线跟后边这个 K 线处理之后的 K 线应该是这样。按照缠论的这个包含处理，应该是这样的一根 K 线。那么高点还是在5481，那么你这个反弹是不够比的呀，你只有突破5481才成比。但是如果说用过特殊处理，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反弹到5459这个位置，首先它是满足时间要求的，就时间上要求最少有5根 K 线嘛，这是时间上的一个要求，它是满足这个的。然后呢，也满足了出了高点，就是5459这个位置是相对的次高点，5481是这个最高，但是5459是次高。你如果说利用递归的话，3根 K 线次级别利用递归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缠论里面不是说非要最高点最低点连线才能构成比，它次高也可以，只是在缠论里面只要3笔就可以，3笔就可以构成线段，不是说必须要从最低点和最高点连线才能够构成这个一根线段，这是这个定义缠论的定义。所以说，如果说你以这个递归来分析的话，那么5459就是这个反弹的高点，这样的话就是一个4浪反弹，1、2、3、4，对吧？那么4的反弹的话，现在看看有没有5，有5的回落有没有？那么你可以从这个最低点先拉一根黄金分割的这个黄金分割线，
看一下能不能够回到5147，甚至是5073，甚至是再打深一点5000点，对吧？看看能不能往下踩一踩。然后这就是一个1、2、3、4、5的回落，也就是一个可能给到一个日线的一个二买，这是相对，对多头来说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位置，做一个日线二买。但是最恶劣的就是再次跌破这个4835，跌破4835的话，就是典型的一个五浪，对吧？就是一个五浪下杀。一般日线上走的五浪的话，尤其是这么大盘指数的时候，一般五浪就是一个尾浪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不要杀跌在第五浪啊，对吧？你一旦杀跌在第五浪，可能立刻就掉头了，立刻就走反向了。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出现再次跌破4835的话，那可能市场是极度恐慌的，可能会大量的恐慌盘出来。所以说，对于我们知道这个的，或者说已经有这个预期的人，千万不要在杀掉4835之后，你去割肉，去卖出，而是相反的，我们在这个位置应该找位置开始，可能仓位稍微需要大一点的，需要开始买了。正好你一定不能说涨的时候你去追，跌的时候你去割，你一定要是反向思维，对吧？涨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找位置卖一卖，减仓；跌的时候看跌不动了，我们可能要找位置加一加。你一定要反向思维，你才可能赚到钱。如果说涨了你去追，跌了你去割，那你在市场里是不可能，或者说长期下来你是不可能赚钱的。这是一定要，散户一定要注意的。因为为什么一直说我们散户，小散户嘛，毕竟对这个市场分析，或者说对这个行情把握的话，没有大机构那么的精确，所以说容易这个形成羊群效应，那么就容易市场涨了我们就想追它，市场下跌的时候我们就可能就害怕，就想割肉，这个是散户的一个特点，也比较正常。那么至于你在市场里面待的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可能反着做的话反而能赚到钱。那么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四浪有没有结束，对吧？因为它这个回拉还不够一笔，现在回拉还不够一笔。那么我们刚才看那个禅师那篇文章的时候就说了，现在就是这个现在成交量开始有一点萎缩了，那么这个震荡的空间开始变窄，你会发现，尤其是在特朗普跟这个把这个跟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有90天的这个缓冲期，然后主要跟中国在杠，对吧？那么给到市场一些喘息。那么现在这个成交量开始有一些萎缩，然后震荡的空间开始变窄。我们看一下4835上来这段，看一下这一堆 K 线，1小时上，因为它有一个5481这个回落呀不够比，这个回落不够比，对吧？那么我们之前分析的时候，其实用30分钟分析的，30分钟上是够中枢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之后的这个结构，在30分钟上，其实现在的情况相对的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呢也是很复杂。从这个4835的话，它是一个1、2、3段，1、2、3段，对吧？3段构成了一笔，其实是可以递归成一个线段。然后从5481之后，我们看5481之后的一个情况。5481之后先跌了一笔，然后一个反弹，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啊，这是在这里做了一个30分钟的中枢，然后30分钟的中枢做出来之后，它还没有突破5481，这就是一个次高点，也就是5459，对吧？那么5459之后，它是两次反弹确认，相当于，然后没有突破5481，然后从这个高点5450，从5450这个位置开始走离开。那么走离开之后，在周五、周四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反弹。我们当时在周四做直播的时候就说过，这个反弹如果说回不到这个小中枢里面，还是一个小三脉，它确实是出现了一个三脉点。那么现在这个回落的话还不够比，呃，因为只有4根，但是呢有一个收盘价是在这个位置，现在勉强可以算是一个收成回落一笔了。那么如果说出现一个三卖转二买的一个情况的话，所以下周我们要关注能不能出现一个三卖转二买的一个情况，刚好也是在一个120均线这里，看到没有？120均线，我刚才已经说了，120这根均线，我们需要在各个周期都要关注它。现在30分钟上也有120均线，看看到了一个120均线之后能不能够起来，对吧？不管怎么讲的话，
它30分钟都有个大中枢，30分钟上这里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枢震荡。那么如果说想要往上走的话，你也可以从这就是多异性的一个分析。如果说你以前3笔作为一个中枢的话，那其实中枢在这里，前3笔。我们把这个重新再说一下，它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起涨点4835进入段2次回落构成中枢，这是第一个中枢，对吧？然后开始走离开，然后再次2次回落，但是呢，这2次回落之后没有构成中枢，我们用另外一个颜色，然后再次离开，然后2次回落之后也构成了30分钟的中枢，但是这个30分钟中枢是有一个3脉点出现的，这里有一个3脉，这个3脉3买啊，这里是出现过一次3买的，就是意味着不再围绕这个中枢震荡了，然后它又回到这笔回拉又回到了这个第一个中枢的这个区间范围，这就变成什么了？变成了2个中枢的大扩张，这其实是一个大的扩张中枢。30分钟上出现了一个大的扩张中枢，相当于这有2个中枢，所以说我们也可以这样画。其实这就是缠论的这个多异性。我们把第2个中枢也画出来，其实在30分钟上现在其实有2个中枢的，那么就看它从这个5220点能不能够作为一个拐折点，能不能够走离开，对吧？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潜在的3脉转2买的一个模型，看看能不能够走离开从这里，那么就需要突破这个扩张之后的这个大中枢。看能不能够走离开段，那么这个离开段的力度一定要强，对吧？往上拉升的时候就是小 B 段嘛，前面这个扩张之后的中枢就是一个大 A 段，那么看能不能够走小 B 段，这样的话才能够脱离这个大中枢的一个吸引力。如果说不能够这样走的话，那就是走那个5浪回撤，我们刚才在日线上已经分析过了。这个点位可以是走5浪回撤的，我们看一下30分钟上，它如果说要走5浪回撤的话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所谓的5浪回撤，就是以5459这个位置作为离开。我们刚才已经说了，5459这个位置，如果说从4835做低归的话，它是可以当成一个次高点的。你看，这是一个进入段2次回落，然后离开，对吧？它是这个完全完美的一个构成的一个走势类型，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所以说这个5459是一个次高点，并没有突破5481，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如果说以5459作为离开的话，我们再看，如果说以5459作为离开，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先去掉，我们看一下它的右侧。如果说要走离开的话，那么怎么会演变呢？这是进入段，我们把这个区间中枢也给它去掉，那么现在就变成了5459是起跌点。1、2、3、4、5，就是在30分钟上可能走一个5浪，那么走完5浪之后，可能上来弹一下，构成30分钟的一个反向中枢之后再向下砸，然后给到一个小 B 段，然后在下面再做出来一个30分钟的中枢，然后可能再打一个低点，以这种模式来构成5459 30分钟的回落的走势类型，找到了吧？上面这是大 A， 下面这是大 B， 然后中间这个是小 B 段。后面这是 C 段，以这种方式演变出什么呢？演变出来的就是日线的一个5浪回撤。所以说，如果说真要是要走一个5浪回撤的话，我们要注意在30分钟上是不是要演变出来，要走出一个先走出来一个小中枢，然后下杀一段，再走出来一个中枢，然后再打一个离开。所以说，以这种方式就是相当于一个这个。类似一个倒 V 的一个状态，那么微转是这样，那么这是一个倒 V 的一个状态，就是怎么上去的，怎么再砸回来，会做一个5的一个模式。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一个小中枢，它快速往下杀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急着往里进，因为可能要再出来一个中枢之后才有可能结束。所以说这就是以5459，如果说走离开的话，是走往下离开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如果说要往上离开的话，那就是出现这个扩张的大中枢往上走。那现在这个图形相对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变化的可能性是比较多的。至于怎么选的话，那么一旦是出现离开的情况的时候，它这个速度一定要快，就是现在是30分钟，你去5分钟或者15分钟上看的话，一定是一个小的浪形模式往上爬。下跌的时候也是，就是这个离开段一定是快速往上走。
才有可能这个脱离这个中枢。如果说不能够以快速的一个以空间换时间的模式，所谓的空间换时间就是这个空间一定要大，这样的话才能够跑得出去，对吧？所以说针对这个指数的话，我们下周需要多注意一点，毕竟它的变化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好的，我们简单看一下其他的，先看一下这个 VIX。VIX 的话，我们之前说过，在这个是周二的时候，我们就说过，周二它这个回落的时候啊，它的内部结构当时相对是比较饱满的，而且这个次级别还出现了一个小三脉。我当时在周二的时候直播的时候就说过，它可以先弹一下再下来，对吧？那么我们当时也分析过这个回撤的位置，它是跌破了0.618，跌破了0.618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因为它这段的这个内部当时是相对饱满的，就是下跌的动能没有了，意味着这个该 cover 的人都 cover 完了，那么它可能重新开始买入这个做空的这个对冲期权，造成了这个周三和周四又是下跌了2天，或者说周三弹了一下，那么周四的话。周三它是涨了一下，说明指数是跌了一下。就是周三跌是因为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一个讲话，对吧？他在这个芝加哥经济俱乐部一个讲话，那么讲话并没有带来更多的一个好消息，就是说他们还要观望，造成了周三一个大跌。然后周四的话是VIX 是跌的，但是指数那边是有一个反弹。那么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它整理的情况，但是它现在已经在30以下了，对吧？我一直说它一直是，如果说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话，那么你要想做多的话是一个偏难的，最好是能把它压下来，压到这个中枢里面来，或者说弹一下也可以，弹一下就会出现一个三买，弹一下之后给一个二卖，就是三买转二卖下来也可以，对吧？现在就看它怎么选。那么这就是在日线上，我们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小周期我们当时周二分析的时候是在什么位置呢？其实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说，上面有一个中枢，然后跌到这个位置了，然后还给了一个三脉，这个是当时的一个三脉，然后跌到这个位置。我们当时分析的时候在这儿，我就说它这个结构已经挺饱满了，跌不动了，而且我们当时还看了这个 MACD，对吧？当时 MACD 就趴在这儿，既不上也不下，说明在等那个事件。哎，果不其然，周三的时候出现了美联储的这个讲话，美联储主席的一个讲话，然后把这个市场又砸了一段。那么它是相应的上涨了一段。那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情况，现在这个情况的话，现在是出现2个中枢了。我把这个1小时最后这几根给它补一下，就是这根 K 线给它补一下，相当于这样的一个状态。上面一个中枢现在是做出来第2个中枢，但是2个中枢的高低点有接触，又是一个扩张的。你发现没有 ？VIX 的30分钟。现在我们看的是1小时，VIX 的1小时的这个结构跟指数那边是一样的，指数是30分钟的一个扩张，就是2个中枢的一个扩张，然后 VIX 的话是1小时的2个中枢的扩张。那么按照我们刚才分析指数那边的情况，其实一样的，变化都一样，只不过就是一个向下或一个是向上，我们这是看法不太一样，对吧？如果说也要往上走的话，那就是看它能不能够快速往上拉。往下走的话，就是也是2个都要快才可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倾向的话，可能要是往下压一压，对吧？也就是说，1小时上，它这个位置能走离开，这个位置要走离开的话，然后因为这是一个扩张之后的中枢，可能也要弹2下，然后再快速走，然后在这个位置出现一个趋势下跌，也就是这里要出现两个小中枢之后，才可能结束这一段的下跌。不论怎么样的话，我们看市场怎么选吧。反正现在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状态。这是这个 VIX，然后我们再看一个英伟达。英伟达在上周直播的时候也是没有太多的分析，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也是周线上它其实出现了一个周的底分型了。这3根 K 线的一个其中有2根 K 线有包含关系，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 K 线应该是这样的。低点在这里，对吧？那么上周收的这根周 K 线变成了一个底分型，周线出现了一个底分型。然后我们再看它的这个日线，那么出现周底分型之后，其实它也是一样，它这个看一下裸 K，这个反弹
也是因为其中有一根大的 K 线破坏了一个结构。那么如果说你把这根 K 线，做一个后包含处理的话，我们看一下，也就是说做一个特殊包含处理的话，它这个 K 线这样处理的话，那么就变成了这样，高点就在这个 K 线这里，对吧？那么反弹就是够比的，所以说它这里也可以是反向做了一个反向中枢。这样反向中枢是有的。那么从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回落一笔的话，但是也是一样，这是两个中枢，两个中枢高低点也有接触，又是一个扩张中枢。一般中枢出现扩张之后，它的结构是相对复杂的。结构越复杂，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多空争夺的越厉害。你就会发现，尤其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图形都非常复杂，就是因为大家都看好它，或者说，这种股票的流动性相对是比较好的，对吧？你的资金量再大，你在这里面都能够很随意的进出，对吧？所以说它的争夺相对是，比较激烈，那么它的图形上就表现的就比较复杂。那么现在这个回落的话，现在是不够比的。如果说它要回落一笔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出现一个二买，不能够跌破86.62的话，看能不能够弹一次走反向，对吧？这个反弹就关键了，就是这个三，如果说前面是一的话，这个三一定不能被持，那么这样的话就有4和5，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中枢，在这里做一个反向中枢，再起来也可以，因为这里是有一个三卖点出现的，就是以86.62做分隔的话，也可以是这样走。从153.03作为起跌点，然后构成中枢，然后一个三卖，然后再打一个离开，这就结束了，对吧？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右侧的话，可以是这里做出一个中枢来，然后看看能不能够往上走，然后再看它离开段，如果说跟进入段没有背驰的话，我们就会希望在这里再做出第二个中枢来，然后再走一个离开，对吧？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里这个二买是可以做的，它回落的这个二买是可以做的。那么你也可以去测一下潜在的回落的位置。现在是已经踩到了0.5了，也就是100的一个整数位置。如果说下周再往下走的话，看看能不能够在97.19、98附近吧，或者说浅浅的跌破这个0.618，不能太深。如果说太深的话，可能就要去跌破这个86.62。如果说跌破它的话也没有关系，跌破它的话你就去看一下这个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一下有没有背驰，对吧？这样的话，如果说不能够出现前面这种 MACD 这种大幅的下杀的话，也会出现一个背驰，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可以买的，也是可以做多的，对吧？就是去看它怎么选，是给一个二买，还是说要跌破80.62之后给一个盘整背驰，或者说这个进入段跟这个离开段出现背驰，它不能够快速往下走。如果说快速往下走的话，就说明这个扩张之后的大中枢要走离开了。好的，这是这个英伟达。再看一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我们之前说过，在直播时候分析过，因为这个月线这个回落呀，我们看一下裸 K，从最高点下来之后，这里是有5个月的回落，而且呢，就是本月的这根 K 线还出了新低。虽然说上面2个 K 线有包含关系，但是还是满足了这个5根 K 线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当成一笔回落用。所以说从这个488.5回落，我们先当成一笔用，然后看一下它的次级别，看一下结构饱不饱满，还是说它要继续向下延伸，还是说可以弹一下，对吧？这就是利用这个月线大周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次级别，周线上还是回落勾一笔，然后周线上我们看一下这个底分型，因为上一周或者说4月7号这一周的低点在214.25，这个并没有出现周底分型，这个是出现了一个包含关系的底分型。那么想要出现底分型，还要看下一周，也就是说需要突破本周的这个高点，再次突破261.8之后才会出现底分型，对吧？这就是在周线上，它现在刚好也是横在了这个200周和120周均线这里。看一下日线，先看一下这个时间，这个 TradingView 上也是说的周二4月22号盘后要出这个财报。那么，然后我们把这个图形说一下，它这个从高点下来，488下来之后，1、2、3、4、5、6、7出现了一个7浪，
一般在波浪里面是没有7啊、9啊，但是在我们学了缠论之后，我们知道有这个模型嘛。一般在大周期上，我们是可以套用这个模型来交易的。那么一般出现7浪或者9浪之后，它也可以出现九。九的话就是这样，深一点，然后出现一个九，就是必须要再次跌破这个前面这个218.13之后，现在是已经没有出现这个九的迹象了。那么现在是要在这里做中枢，做完中枢之后，看能够再往下选还是往上走。那现在就是在等这个财报嘛，就横在这里，所以说可上可下，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上可下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些 K 线的这个次级别，我们也看一下30分钟。30分钟它是相对比较弱的，那么我们之前是分析过这个，从这个214.25这是进入，然后开始在这里震，就全在这个区间之内，然后这里反弹还不够比，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现在是有多少根 K 线。如果说这里是进入段，这是1、2、3、4、5、6、7、8、9，已经到第9段了。30分钟上已经升级了，这是9段升级，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中枢是30分钟本级别的这个中枢，就是它是由这个线段构成的中枢，就是3根可以构成这个线段，它的中枢是这样，在这个里跟这个比构成的中枢的那个区间是一样，但是级别是不同的。这个中枢的级别是大的，就是由线段构成的中枢的级别是大于由比构成的线段，由比构成的中枢的，对吧？比中枢和线段中枢它的级别是不同的，你就知道这个中枢是大的就好了。那么出现9段之后，看它能不能够选方向；出现9段之后，看它能不能够往上走，选方向，对吧？这就是现在，但是现在还没有脱离这个中枢。想要脱离的话，一是快速拉升，或者说再次往下砸也可以，然后一个反弹不进入，出现一个三脉，或者说是快速的往上走，然后一个回拉不进入，出现一个三买行。想要脱离这个中枢的话，必须要出现这两种情况，因为用来判断是否继续进行中枢震荡的标准就是三买或者三卖，对吧？现在两种情况都没有，相对是一个偏弱，就是一个等待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如果说想交易的话，只能利用现在这种小周期来打打短差。更多的可能是也可以等它出完财报之后，看它选方向也可以，对吧？你如果说再要继续往下走的话，那就看能不能够因为已经是一个第7浪或第7段了，对吧？出现这种你可以比较一下它这里有没有盘整背驰的时候也可以。所以说在财报之前的话可以不交易，在财报之前可以继续等待它出现选方向之后，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如果说真的是财报给到一个往上走的话，那如果说出现不背驰，对吧？也不能说不背驰，因为这个214.25是最低点，它必须要快速，比如说突到120天之上，或者说突到120天这里，然后一个回落，因为这里可以有一个类中枢，给到一个2、3买重合的一个位置的话，那这个位置就是你要大幅进场的一个位置了，它可能要快速往上走，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出现一个强弱的一个变化。现在多头没有出现更多的这个表现出它一个强的状态，偏弱，对吧？你如果做多的话，就是它空头的话也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做空的一个迹象，所以说整体来讲是一个平衡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你所能做的可能更多是一个等待的一个等待机会。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这么多了，再见。